3个小时后，裁判长开口道：“现在比赛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，接下来我统计一下各位参赛选手的收获。”说完，他拿出手机看了目前参赛选手们的排名。目前排在倒数第1位的是春藤，还没有鱼上竿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人哗然：怎么可能？春藤怎么可能一条鱼都没上？我一直在盯着春藤，他确实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没钓到一条鱼。比赛到现在的结果简直出乎我的意料。黑藤此时已经汗流浃背，心里非常迷惑，不知道春藤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钓上鱼。春藤这小子怎么回事？这比赛已经过去一半了，你不用再隐藏实力了啊！是啊，春藤一条鱼都不上，我感觉他在演我啊。他要是到比赛结束都还没钓上一条鱼的话，我跟他没完。藤山月也有些坐不住了，但还是故作镇定道：慌什么？皇上不急太监急，我现在依旧相信春藤不会让我失望。坐在一旁的王颖忍不住笑出声，哈哈，希望等比赛结束的时候，藤老板还能够这么镇定。藤山月脸色难看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接下来公布第1名林辉，目前他已经钓到了4条巨型石斑，每条石斑鱼都在100斤左右，是目前参赛选手中钓鱼总重的第1名，并且领先第2名300多斤的重量。这个名次一出，藤山月以及那些看好春藤、看衰林辉的人脸色都黑了下来。好了，这就是现在选手们的排名，但比赛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一切皆有变数。春藤在得知现在的排名后，气得直接将鱼竿摔在了甲板上。可恶，为什么林辉现在是第1名？凭什么？因为他钓鱼总重最大，所以排在第1位。春藤无能狂怒，他也对自己的表现非常失望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竟然聚集起乌云，海面上有小型海浪开始出现。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？看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此时，同一时间，林辉所在的8号渔船。林辉，在参赛选手里面，你现在排名第1。跟我想的一样。左立看了眼乌云密布的天空，你最好在短时间内多钓一些鱼。我估计一会可能会下雨，海钓赛可能提前结束。林辉也看了眼天空，此时已经布满乌云，风浪变得越来越大，的确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。这天真是说变就变啊！抓紧时间甩竿钓鱼，没一会又有一条鱼成功咬钩，3下5除2就将这条鱼钓了上来。又是一条巨型石斑鱼，体重应该有100斤。一声闷雷在空中炸响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林辉，虽然码头那边没有说比赛提前结束，但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咱们要不提前返回码头吧？反正你现在回去也能够夺冠。林辉摇了摇头，再等等。并不是他要逞能，而是系统面板出现在他眼前。风浪越大鱼越贵，恭喜宿主获得巨物 buff 加成，规定时间内宿主可钓上巨物。此时天空已经飘起毛毛雨，但林辉依旧毅然决然地开始甩竿钓鱼。好不容易获得一次加成，我怎么能白白错过？此时的码头上的天空也乌云密布，裁判长拿起麦克风：刚才我接到通知，20分钟后可能会出现暴雨，尤其是海上可能会出现大暴雨。为了保证参赛选手们的安全，我们决定现在就让选手们返回码头，海钓赛提前结束。此话一出，顿时引起在场众人议论纷纷。这鬼天气真是说变就变，真扫兴。这样一来，这次海钓赛的冠军就是林辉的了。春藤没有了翻盘的机会，只能说林辉这次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而春藤恰恰相反。嘉宾席上，胖子老板用力一捶座椅。该死，这鬼天气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是啊，这样一来林辉不就夺冠了？王颖则是喜笑颜开，心想这次赌约稳赢了。看来老天都在帮助林辉夺得这次海钓赛的冠军。此时大屏幕上开始显示，所有选手都在返回码头的路上。你们快看啊，林辉好像并没有返回码头的意思。众人目光纷纷看向林辉的画面，林辉依旧在钓鱼，此时正在与左立争论着什么。左立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左立，你跟林辉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不返回码头？我倒是想返回码头，但林辉坚持要继续海钓。林辉一把拿过手机，裁判长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包括左立出了事，我承担一切后果。你可能因为信号原因，电话中断了。